兄弟们，如果你现在过了30岁，每天晚上依然在报复性熬夜，怎么都戒不掉，请你先停止自责，别再骂自己没有毅力，更别信网上那些所谓自律大师给你灌的鸡汤。说实话，绝大多数教你怎么早睡的方法，什么睡前冥想、听白噪音、把手机锁进盒子里，这些全都是隔靴搔痒。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你，他们没有触及你人性深处最核心的利益。只要你心里依然觉得深夜一个人刷着手机、抽着烟、看着毫无营养的短视频是一件很爽的事，只要这种补偿感还在，任何外在的打卡机制都会被你轻易击穿。直到有一天，我彻底用成年人算账的思维，把熬夜这笔买卖的底层逻辑给盘明白了，我才在这个30多岁的年纪，第一次心甘情愿地、迫不及待地把灯关掉。今天这条视频稍微有点长，也有一点反认知，但我敢保证，只要你能耐着性子听完，把你大脑里的那本账本重新做一次屏障。从今晚开始，你不仅能彻底戒掉熬夜，你还会重新拿回对生活的绝对掌控权。在谈怎么早睡之前，我们必须先承认一个极其现实，甚至有点心酸的真相：成年人的熬夜从来都不是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它是一种刚需。我们80后、90后的男人，白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一睁眼，你是下属，你要面对老板的 KPI； 你是丈夫，你要分担家里的柴米油盐；你是父亲，你要操心孩子的教育；你还是房奴、车奴，你是所有人遇到困难时必须要依靠的那座山。唯独你不是你自己。白天的你就像一台被社会关系和责任疯狂榨取电量的机器，你的精力、你的情绪、你的时间被切成无数个小块，分发给了所有人。好不容易熬到了深夜11点，老婆孩子睡了，微信群终于安静了。这个时候，你躺在沙发上，或者坐在车库的车里，不愿上楼。你刷着那些你看过无数遍的搞笑视频，打着几把毫无成就感的游戏，甚至只是对着天花板胡思乱想。你在干嘛？你是在浪费生命吗？不，你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自我主权保卫战。你是在对抗白天那种被深深剥夺的空虚感。你需要哪怕1-2个小时低质量的垃圾快乐，来证明这段时间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你不是不想早睡，你是不舍得早睡，因为你潜意识里非常清楚，一旦关灯闭上眼睛，这个属于你的夜晚就结束了。再睁开眼，那个疲惫的、充满压力的明天，又要张牙舞爪地扑过来。这就是为什么熬夜这么难戒。在你的心理结构里，熬夜等于自由，早睡等于投降。在这种逻辑下，你告诉我，那些养生专家跟你说熬夜伤肝、熬夜掉头发，有用吗？没用的。对一个白天已经快要窒息的中年男人来说，健康这种10年后才可能兑现的期货，根本抵不过今晚这一份及时的心理安慰。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启示就是不要用道德去评判熬夜，要用利益去解构它。真正能让你早睡的方法，绝不能是剥夺你的快乐，而是必须改变你的回报顺序。我们来做个逻辑推演，为什么那些打卡软件、作息计划表在你身上最多只能撑3天？因为他们的设计理念完全违背了人类大脑的运作规律。绝大多数早睡方法都在玩一个痛苦前置、回报后置的把戏。他要求你现在、立刻、马上放下手机，这是巨大的痛苦和剥夺。然后承诺你，只要你坚持下去，几个月后你会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精神抖擞的面貌，这是遥远且模糊的回报。兄弟，在商业世界里，这就叫极差的投资回报比。大脑是一个极其势利的短线交易员，它天然偏爱那些立刻就能变现的刺激，比如短视频带来的多巴胺，它极度厌恶延迟满足，尤其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健康承诺。
所以，想要赢过大脑，你不能靠硬扛，你得靠骗，或者说靠利益重构。我当时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早睡本身不能给我带来未来的健康，而是能立刻、马上在第二天早上给我一笔巨大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呢？这就是那个彻底让我脱胎换骨的破局点。大家回忆一下自己的生活经验，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第二天早上6点，你要赶一趟非常重要的高铁去签一个大单，或者明天上午你要参加一场决定职业晋升的面试，前一天晚上你需要别人催你睡觉吗？你需要用 App 锁住手机吗？完全不需要。你甚至会提前洗好澡，定好3个闹钟，主动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你的大脑算了一笔账：如果不早睡，明天我赶不上高铁，这笔生意就黄了，我将面临巨大的损失。你看，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杠杆。我们对失去既得利益的恐惧，远远大于对获取未来好处的渴望。所以，我不再每天晚上苦口婆心地劝自己，你要自律啊，你要早睡啊。我只在晚上10点半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明天早上能比竞争对手，比我的同事提前2个小时起床，我能不能直接领先他们？这就是把早睡从一种自我牺牲，变成了一种明天早上的优势杠杆。曾国藩说过，做人从早起做起。我们以前总觉得这是句老气横秋的说教，但如果你用现代商业思维去解构，早起本质上是在打一场不对称战争。你算算这笔账，深夜12点，你就算熬夜，你的大脑也是浑浊的。你除了能刷刷擦边视频，看看八卦，你还能干什么有深度的事吗？不能。那个时间段的你，产出价值几乎为0。但是，如果你把这段时间平移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到8点呢？这个世界还在沉睡，没有领导的连环夺命 call， 没有孩子的哭闹，没有铺天盖地的微信红点。在这2个小时的真空期里，你的大脑经过了一整夜的重启，是一天中最清醒、最锐利的时候。你在这个时间段去思考公司最重要的战略走向，去读一本深度的商业书籍，去写一个没人打扰的项目策划案，甚至是去跑个5公里，打造自己强悍的体魄。你这就叫暗度陈仓，这就叫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疯狂发育。一旦你亲身体验过几次那种在清晨完成了一天最重要工作后所带来的巨大的掌控感和优越感，你会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你原来以为熬夜是在享受自由，但其实晚睡是在残忍地偷走你第二天早上的绝对优势。如果你现在已经被我说动了，想在今晚就试一试，我给你一套极简的傻瓜式的执行方案，不需要咬牙切齿，只需要顺水推舟。这个方案的核心是帮你完成人生的3次底层反转。第一步，选定一件非早起不可的高价值事件，回报反转。千万不要给自己定那种模糊的目标，比如我明天早起要学习，这种目标没有诱惑力。你必须找一件极其具体、带直接回报，且对你个人发展至关重要的事。比如，你是做自媒体的，明早起来把那篇能带来流量的爆款文案写完；你是做销售的，明早起来把最重要的3个大客户的背调做透，把这件事当成你明早的战利品。第二步，制造不睡及亏损的心理暗示，情绪反转。到了晚上你想熬夜的时候，不要想熬夜伤身，你要想，我如果现在多刷20分钟手机，我明早就会少20分钟极其清醒的战略思考时间。我是在用明天赚大钱的精力换现在这点廉价的感官刺激，这笔买卖太亏了。把早睡的痛苦彻底转化为对明天损失的恐惧。第三步，完成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同，身份反转。当你不情愿地放下手机时，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
我不是一个被逼着去睡觉的可怜虫，我也不是在假装自律。我是一个对自己人生有绝对掌控力的操盘手。我现在的行为不是去睡觉，而是为了明早的战斗，在精准地配置我的资源。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行为和你的高价值身份绑定时，它就不再需要消耗任何意志力了。兄弟们，当你真的把这个闭环跑通，当你开始稳定的早睡早起后，你会发现生活出现几个非常反直觉的变化。你白天的拖延症明显减少了，遇到糟心事，你的情绪更稳定了，不再像个火药桶一点就炸。你对那种中年人特有的油腻感和无力感说再见了。原因只有一个，你不再需要用夜晚的熬夜去可怜巴巴地补偿白天的无力感了，因为你心里有了底气。你知道，无论白天这个操蛋的世界怎么揉搓你，明天清晨的那2个小时，你都会为你自己干一点真正重要、真正能改变命运的事。最后，我想跟各位过了30岁，还在职场和家庭里奋力扑腾的男人们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真正能让一个成熟男人改变积习的，从来不是贩卖健康焦虑，而是深度的利益重构。别再把早睡当成是对自己的残酷克制，试着把它当成一种对明天的精准下注，去抢占清晨的制高点，去拿回属于你的人生主权。今晚试着把手机放下，我们明天早上见。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算透了你心里的那本账，点个赞。这里是高维认知，一个陪你用理性看清世界的成长博主。我们下期见。